在银行一开始那几年，我也跟别人一样，拿到了 bonus 就出去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我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如果这是所谓大家都想要的名校学历、金融界的工作，然后有爱情，那为什么我没有满足感？为什么我不开心？Hello， 我是翟琪，我是2004年参加工作，那个时候第一事业在金融界，在2021年转行去做心理咨询。翟琪，美籍华人，出生于中国哈尔滨，在新加坡定居7年，并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斯坦福毕业后，他辗转纽约、新加坡、北京3地。从事金融工作20年，在40岁那年，他完成心理学兼职课程，受聘本地一家私人诊所，担任心理咨询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从金融行业然后转行？就是大学第1年的暑期，我爸爸被诊断是癌症，之后的7年一直是紧张状况，爸爸在治病，直到最后癌症扩散。07年那一年，我是跟着工作来到新加坡，也是为了离爸爸近一点。那个时候蛮辛苦的，就是周一到周五在投资银行的 trading floor 工作，然后周五下午会直接去长宜去机场做红眼，回到北京去爸爸的病房陪爸爸2天。周日晚上再去机场做红眼，回到新加坡。礼拜一早上直接从长宜到 office， 在办公室洗澡梳理，然后继续工作。在这种来回北京、新加坡飞来飞去的状况5个多月的时候，我爸爸去世了。其实在一个传统中国爸爸的眼中，可能他觉得女儿 everything is okay， 因为我有比较好的学历，然后在银行工作，我那个时候也有订婚，我的未婚夫也是在金融界，所以爸爸觉得很满意。但是爸爸走了之后，我开始发现自己其实内心没有满足感，而且很难过。你当时有说因为工作很忙，然后你去看望爸爸的时候，其实穿的是那个工作的衣服。对，那个时候是爸爸的葬礼，那一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别了一个胸针，是新加坡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然后在第2天，我照常按原计划安排去陪一个客户在中国出差，去拜访一个公司，研究一个投资对象，穿了同一件衣服。现在回想，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一个给人调节悲哀 grief 的过程。但现在如果有人来心理诊所找我，我一定会提醒他们，即使你没有跟你的亲人或者爱人每天在一起，但是你的情绪还是会被影响的。如果你去压抑或者 ignore 这个悲哀的感觉，它不会消失，它在很多年后会变形的来去影响到你的生活。那在我个人生活中，我觉得爸爸走了之后的那10多年，可能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在我的私人生活中、感情生活中，一直在找一种安全感，其实是在找爸爸的影子。为寻找生活意义，翟琪深入阅读神学、哲学、心理学，最终选择攻读心理学。期间，他结婚、离婚、再婚、生子，晋升管理层。虽多次延后毕业，仍坚持学习。12年后，40岁的他辞去金融工作，踏上新跑道。第1年实习的时候，然后可能薪水也没有很多。对我来说，这个收入确实是做了牺牲，但我有很多别的获得，就是我的工作时间变得很灵活，我能更多的去陪孩子、陪家人。金融界 trading， 大家都说40岁之后你就很难去 follow 那些绿灯红灯，但心理学这个行业是你的人生经历越多，会反而做得越好。现在这个大的就业环境是怎么样的呢？这几年新加坡的心理学的 program 有很多，也有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去培训做心理咨询师，导致了新的毕业生他们没有办法拿到他们觉得比较理想或者收入比较好的工作。那
可能会有人就会想要问了，说那你是不是等到好像经济比较稳定了，然后你才去追求自己的一个理想的工作，是不是这是一个好像所谓的很奢侈的一个人生决定？我觉得奢侈不奢侈和经济稳定这个定义要每个人自己定。如果去问我，大多数我的朋友还都留在金融界，如果去问他们我的经济条件是不是稳定，可能他们会觉得不稳定。我已经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义，就是无论我的收入增长得多么快，我尽量把我的物质生活和开销停留在一个增长比较慢的速度。我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这里平均人口的对爱马仕 Birkin bag 的比例好像比我生活在别的国家看到的都高。当然在银行一开始那几年，我也跟别人一样拿到了 bonus 就出去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可是过了几年，我发现这种消费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一种长期的愉快。你的这整个的经历到目前为止的人生经历带给你怎么样的思考？ So just start. It doesn't have to be perfect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big. Just get a start. 我觉得爸爸得病去世对我的人生观也有很大的影响。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做很多事情我都有一种紧迫感，说如果我好奇，那我就要去尝试，因为人生可贵，你不知道哪一天可能你就不会有明天了。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你现在过得开心，然后可能爸爸也会更加的欣慰？过得开心，觉得对得起老爸虽然我走的路是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也开心。不能讲了